原来是要用半祖级的灵魂吗？这个倒是提醒了我，只是这个级别的灵魂便很难炼制了。楚风不免有些失望，本来他还想尽快寻找材料炼制灵魂，但现在来看只能作罢。其实很简单，待你日后进入天外，半祖高手定然很多，那个时候你用其他修武者的灵魂就可以了。青龙说道，这样的话未免太过残忍了一些。朱雀说道，残忍什么？找大恶之人来炼制，有什么残忍的？这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种宽恕。白虎不以为然地说道，这么说来，我们用暗殿殿主的灵魂不就可以了？青龙说道，这个可以，暗殿殿主无恶不作，理当斩杀，并且是摆在5只圣土的半祖，只要把那个家伙炼成灵魂，融入这地兵之中就可以了呀。这一刻，白虎与朱雀也是纷纷表示赞同。不行。然而对于4大圣兽的这个绝佳的提议，楚风却是摇了摇头。为何？4大圣兽不解地问道。暗殿殿主必须死。楚风的眼中闪过了一抹狠色。这一刻4大圣兽都明白了楚风的意思，于是也便不再说话。至于楚风，则是收起这把地兵，随后便动身离开了此处。但是离开之前，楚风却用自己的结界之术封闭了这里。他其实是怕有人误闯此处，而此处如今的宝藏都被楚风拿走，成了一座空藏。进入其中，除了重重危险，便什么都没有。与其让后来者冒此危险，倒不如封锁此处，一了百了。而在4大圣兽的讲述下，楚风也终于知道了当年的经过，就如同楚风当初的猜测一样。当初清玄天与岩浆帝君的一战，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但有着4大圣兽帮忙的清玄天，还是一度压制住了岩浆帝君。眼见着清玄天就要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可在2人交战的不远处，忽然出现了一道通往东方海域的空间缝隙。岩浆帝君逃入空间缝隙，清玄天自然也是紧随其后。2人就这样将战场从5只圣土换成了东方海域，而也是在东方海域，4大圣兽用自己的肉身封印了岩浆帝君。至于后来的事，楚风便全都知道了。此刻楚风已经来到了东方海域，神不知鬼不觉的飞掠在道道大浪之上，他的速度极快，但却没人能够察觉到他的存在。毕竟以楚风如今的修为，在这东方海域已是可以称之为是神一样的存在。4位前辈，还有一个疑问，不知4位前辈可否告诉我？打探完关于清玄天的事迹后，楚风再度开口问道，什么事？说吧。4大圣兽一同说道。经过一番交谈后，他们感觉楚风越来越对胃口，非常喜欢与楚风聊天，已经几乎到达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晚辈在武技之门内获得了清玄天前辈所留下的武技，其中有一个武技非常厉害，叫做地境苍穹变。这地境苍穹变的威力很强，已经超越了天境武技。我不知道这本地境苍穹变到底应该归类于天境武技，还是归类于那传说中的神境武技？楚风问道。哈哈，搞了半天原来是这件事。楚风啊，楚风，神境武技哪里是那么好弄到的？你想多了。白虎哈哈大笑道。这么说来，这只是一本天境武技，可是拥有如此威力的天境武技，未免也太极品了一些。楚风感叹连连，因为在他看来，这本地境苍穹变已经不是极品不极品这么简单，而是他已经完全超越了其他天境武技，就像他炼制而成的那把地兵一样，已经超越了其他地兵，不在一个档次了。不，地境苍穹变既不是神境武技，也不是天境武技。青龙说道。那它到底是什么？听得此话，楚风更为好奇了。它就是地境武技，这地境苍穹变也是当初清玄天在那座遗迹之中所得到的最珍贵的至宝之一。当初关于这本禁忌武技，其实是有着完整的记载的。记载中提到，它就是超越了天境武技的地境武技，同属禁忌武技。青龙解释道。这么说来，天境武技之上，并非是神境武技，而是地境武技。楚风惊讶地问道。一直以来，他对蛋蛋的话都是坚信不疑，而现在青龙他们所言，便是打破了蛋蛋之前所说之话。具体的我们也不知道，连清玄天也不知道。不过至于神境武技，我们倒是也听说过。我们听说的神境武技乃是传说，就连天下间存不存在都不知道。所以可以确定的是，天境武技之上应该是地境武技，至于那神境武技到底存不存在，想必也唯有天外才知晓了。青龙说道。晚辈明白了。楚风是真的明白了，因为当初蛋蛋也说过，神境武技是传说，所以相比于神境武技，说这地境之武技是在天境武技之上的存在，也的确是合情合理。毕竟这本地境苍穹变已经被楚风实实在在的掌握了。楚风到了，前面便是。忽然青龙说道。而听得青龙之话，楚风也是赶忙止步于空，将目光投向下方。只是正常来看，下方海域与其他海域相差不多，除了这4周数十万里之内渺无人烟之外，便没有任何异常。于是楚风只能动用天眼向下观望。天眼之下，楚风果然发现了异常，可这是仔细观察之后才发现的异常，若不仔细观察，就连楚风也是看不出来。清玄天前辈的结界之术果然厉奥的，楚风颇为赞叹。因为此处之所以难以发现，就是因为有着一层隐藏结界，很显然能够布置出那种级别隐藏结界的，非当年的清玄天莫属。哗啦啦啦，忽然间楚风身形一动，海面上便是水浪冲天，楚风已如蛟龙一般进入了海域之中。楚风速度极快，只是瞬息便来到了这深不见光的海底深处。尽管此处漆黑一片，甚至连半个生命体都没有，可是楚风的天眼却能够在此处看清一切。楚风开始布置阵法，布置可以破开那隐藏结界的阵法。而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楚风也是很快便成功。当成功破开那隐藏阵法的一刻，楚风也是一脸的惊叹，因为此时此刻，在楚风的眼中浮现出了一座光芒闪耀的大阵。那大阵极为巨大，就像是一轮海底明日，将这深海照得通明。最重要的是，在那大阵之内，
有着5指庞然大物，其中4只个个长达数百米，那分别便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只圣兽的本体。但还有一只庞然大物位于4只圣兽的中间，而这只庞然大物竟长达几千米，比4只圣兽的本体还要巨大得多。哪怕4只圣兽加在一起，也还不及这个庞然大物的一半大。这是一个类似人形的巨兽，浑身火红，面相狰狞，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魔鬼，很是恐怖。这种恐怖与凶神恶煞的妖兽不同，而是发自内心的，让你胆寒，让人忌惮，直觉上就让人感到害怕。这是岩浆帝君的本体。就在这时，4只圣兽自楚风的体内出来了，分别站在楚风的两旁，凝视着下方的一切。这便是岩浆帝君吗？竟然如此巨大！其实楚风当看到这个庞然大物的时候，就已经猜到这可能是岩浆帝君的本体，但楚风却依然感到惊叹。哪怕只是看到这个遗体，但楚风也能够想象得到，当初的岩浆帝君在5只圣土之上肆虐破坏之时，是何其的恐怖。那的确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不用怕，过了这么久，他早就彻底死去，现在不过是一个真正的遗体罢了，没有任何威胁可言。青龙说道：“那我现在是否只要解开这大阵，你们便能够与肉身相融，恢复修为？”楚风问道。的确如此，4大圣兽纷纷点头。既然如此，那便开始吧。确定之后，楚风说做便做，因为他比任何人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看一看4大圣兽恢复成本体的样子。毕竟那是圣兽，是凌驾于妖兽之上的存在，当今的5只圣土几乎没有。这座阵法很是利奥的，哪怕过去了万年时间，可以楚风的结界之术，想要破开也没有那么容易。楚风所布置的破解阵法用了足足3日时间，而当阵法运转之后，又用了足足2日的时间，才总算将这座封印大阵瓦解。按理来说，万年时间，这封印早已衰弱许多，可哪怕如此，楚风还是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可以看出，这座封印大阵是何其利奥的。凝刃！忽然，楚风双掌合并，大喝一声，随后楚风的那合并的双掌便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而当楚风的手指弹出之后，那耀眼的光芒竟开始自楚风的双指溢出，形成了一把长达上千米的光芒巨刃。只见楚风挥动大剑，对着下方的封印大阵一挥，刹那间轰鸣四起，狂风大作，这方海水顿时沸腾了。给我散！可就是这样恐怖的情况，楚风只是袖袍轻轻一挥，竟让所有异象消散开来，让此处恢复成了以往的宁静模样。而当那沸腾的海水消散，视线也是随之恢复。这一刻，4大圣兽都是激动的，连巨大的灵魂都在颤抖。离开肉体多年，以秘籍的形式存活，那种憋闷，那种苦楚，唯有他们清楚。而现在，他们终于能够重新获得肉身，以各自的生命体存活，自然是激动不已，兴奋不已，狂喜不已。忽然之间，4道流光飞起，4大圣兽已是分别向自己的肉身飞掠而去。由于4大圣兽的速度太快，再度在这方水域掀起了汹涌的水中浪潮。但是当4大圣兽纷纷进入各自的身躯后，却再也没有声音。而当他们造成的水中浪潮消散后，这方水域便一点声音也没有，寂静的可怕。可是楚风却一直凝视着4大圣兽的身体，目不转睛。同时在楚风的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气息，那便是紧张。他用天眼可以看得出来，4大圣兽正在与自己的肉身融合。可毕竟分开了万年之久，他们也不是简单的灵魂，而是以秘籍的身份残存的灵魂，想要融合也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楚风也很是担心，他担心4大圣兽失败，看来是成功了。终于，楚风身上的紧张之气消散，取而代之的是难以掩饰的喜悦之情。而下一刻，一声刺耳的咆哮便猛然扩散开来，将这海水阵的急速喷涌。是白虎，白虎率先复活了。他复活之后，便向楚风飞掠而来，用自己的脑袋顶住楚风，瞬息便冲出了海域，来到了海面之上。哈哈，复活了，老子终于复活了！白虎冲出海面，便开始在空中奔腾，不停地咆哮，来庆祝自己的重生。半祖，这才是真正的半祖。至于楚风，此刻脸上的笑意不减反增，因为站在白虎的身上，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半祖的实力是多么的强横，甚至楚风能够感受到传说中的祖级武力凭空而现，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跟随着白虎在半空之上奔腾，就像是在随时待命，想要为白虎所用一般。这种感觉实在太奇妙了，毕竟这是凌驾于5帝之上的力量。尽管用尽各种手段，楚风的战力也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但那毕竟是战力，而并非真正的修为，两者总归还是有着区别的。扑啦啦啦！就在这时，又一道水浪拔空而起，贯穿云霄之后，直刺长空。很快的，又是一声怒吼传来，那声怒吼竟比白虎的怒吼还要刺耳。而当白色的水浪消散后，楚风能够看到一条青色的巨龙踏空而航，向自己飞掠而来。是青龙，是4大圣兽之一的青龙。紧随其后，朱雀与玄武也都飞掠而出。只是相比于白虎与青龙，那2位则是低调多了，并没有发出震慑天地的咆哮。但这低调的出水，却也难以掩饰他们此刻的喜悦与兴奋。毕竟成功的与肉身相融，对他们来说，这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重生，他们这才是真正的重生，这乃是相隔万年之后的重生。楚风，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们重生的机会。以青龙为首的4大圣兽忽然将楚风围住，很是感激地对楚风说道：“我的天哪，你们4位乃是前辈，居然向我这个晚辈道谢，你们这样不是在折晚辈的寿吗？”楚风叫苦连天地笑道：“哈哈，小子，你就别装蒜了，我们向你道谢，是不是感觉很爽啊？”白虎笑眯眯地说道：“别看他体型巨大，
长得也是凶神恶煞，可是他此刻的表情还真是有那么一点可爱，就像是一个超巨型的白猫一样，还真别说，是挺爽的。要不你们4位再谢一番？见状，楚风也是开起了玩笑，哈哈，你小子想得美，老子谢人也只谢一次，过来那个村便没了那个店了。白虎哈哈大笑道。尽管白虎本就爱笑，可楚风却从未见他笑得如此开心过，可以看得出来，此刻的他当真很是高兴。事实上，不只是白虎高兴，青龙与朱雀也都很是高兴，甚至就连向来沉稳的玄武，在那张瘦脸之上，也都挂着难以掩饰的笑容。糟糕！然而就在这皆大欢喜之际，楚风却眉头紧皱，神色大变，随后将那警惕的目光投向了大海之中。楚风，怎么了？见楚风如此面容，4大圣兽也是眉头一皱，赶忙问道：“活了？”楚风说道：“什么？”4大圣兽纷纷不解。就在这时，天际之上忽然闪过一道惊雷，很快的天际之上乌云密布，狂风大作，且这种情况瞬息便弥漫了数万里海域。什么情况？这一刻，4大圣兽纷纷将目光投向下方的海域，他们惊愕地发现，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正自下方海域传来。活了！是岩浆帝君活了！楚风大声喊道：“轰！”而就在楚风话音落下之际，忽然4道水浪冲天而起，那水浪可不是寻常的水浪，哪怕是5帝巅峰也挡不下这水浪，因为那水浪之中蕴含着的乃是祖级武力。而现在这4道水浪乃是对着4大圣兽袭来，并且眨眼之间已是来到了近前。不过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攻击，4大圣兽却是冷哼一声，他们连手都没动，只是身躯微微一颤，一股磅礴的祖级武力便横扫而出，直接将那4道水浪跟震飞开来。而在下一刻，下方忽然水浪滔天，一个庞然大物自水面飞出，那竟是岩浆帝君，竟然真的活了！这怎么可能？当看到活生生的岩浆帝君就站在下方的海面上之后，就连4大圣兽也是一脸的惊慌。哪怕时隔万年，但他们也不会忘记岩浆帝君的凶残。虽然说岩浆帝君是靠着4大圣兽才被封印，但更多的是清玄天压制了岩浆帝君。现在没有了清玄天，只是靠他们4大圣兽来对付岩浆帝君的话，他们自然很是心虚。岩浆帝君出现之后，体内散发出炙热的气息，就连下方的大浪天的海水都开始沸腾了。不仅如此，就连这方天空都是变成了火红之色，虚空都开始扭曲，那种恐怖的热气封锁了数万里之地，这数万里之地将无人可以踏入，因为那股炙热的气息实在太过凶残，5帝以下者只要触碰到，便会在瞬间被蒸发掉。地狱，这数万里海域之内已然化作一方地狱，这便是岩浆帝君。此刻楚风也是目光凝重，紧紧地锁定在那岩浆帝君的身上，毕竟这个家伙可就是万年之前的岩浆帝君，险些毁掉了5只圣土的恶魔。最重要的是，这里是东方海域，楚风最为亲近的人都在这里，若是让这个家伙肆意妄为的话，显然是不行的。奶奶个熊的，你们这4个小杂碎居然还活着撵！忽然岩浆帝君开口了，只是这一开口便满是脏话。最重要的是，长得如此凶神恶煞的岩浆帝君竟是一口娃娃音，就像是婴儿一个小孩子在骂人一样，当真是令楚风大跌眼镜。这真的是岩浆帝君？楚风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4大圣兽，这的确是岩浆帝君，当年让各方势力惧怕，是要奴役众生的岩浆帝君。白虎凝重地说道：“楚风，千万不要被他的声音蒙骗，也许他的年纪的确不大，可是当初他伤害生灵却是数不胜数，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恶魔。”青龙也是提醒道：“原来如此。”听得此话后，楚风目光变得更为凝重，再度审视起岩浆帝君。现在一个暗殿殿主已是足够棘手，现在竟又出现了一个岩浆帝君，楚风的压力自然倍增，毕竟这可是连清玄天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灭掉的存在。可是仔细打量一番之后，楚风的那原本谨慎无比的目光竟忽然有所变化，化成了惊喜之色。紧随其后，楚风的大嘴一咧，竟然笑了出来：“小子，你他娘的笑什么笑？”此刻岩浆帝君顿时大怒，他本来以为楚风打量他一番后会吓得屁滚尿流，为此他还特意散发出了自己那强大的半祖气息，想要震慑楚风一番。毕竟他已经被封印万年之久，万年时间没有感受过人类的恐惧，他是如此怀念那种感觉。可是现在这什么情况？楚风一番打量之后，不但没有害怕，竟然还笑了，这让岩浆帝君无法忍。与此同时，4大圣兽也是纷纷将目光投向楚风，看到楚风面对岩浆帝君这等大敌，竟然还笑得出来，他们也是一脸的不解。4位前辈，这岩浆帝君先前没复活的时候，我还真没注意到，但此刻复活了，我才发现他竟浑身上下都是宝。楚风说道：“小子，你他娘的在说啥？你他娘的可知道本帝君是谁吗？”岩浆帝君愤怒地盯着楚风，他还从没见过一个小鬼胆敢如此放肆地与他说话。他是谁？他可是岩浆帝君呐，当年5只圣土无人不怕的存在。楚风，不要大意，这可是岩浆帝君。青龙忍不住提醒起楚风：“4位前辈，我可没骗你们，这岩浆帝君当真是宝贝，你们刚刚重生，应当好好休息，所以不用劳烦你们出手，这岩浆帝君交给我来收拾便可。”楚风笑眯眯地说道：“楚风，说什么胡话？这可是岩浆帝君，是真正的岩浆帝君。”此刻白虎也是一脸震惊，在他们的印象中，岩浆帝君可是极为凶残的，毕竟当年5只圣土血流成河的画面，他们是亲眼看到过的。可是楚风这是怎么了？见到如此危险的岩浆帝君，竟然如此的轻视，这实在太不合常理了，这不像是楚风的性格啊！4位前辈，我并没有开玩笑，交给我吧，我有把握收拾这个岩浆帝君。楚风笑眯眯地说道。且说这话的时候，他不像是开玩笑，
因为他的目光之中竟满满的都是自信。楚风，既然你心意已决，那我们便先不插手。但我要提醒你，尽管你的战力能与半祖一战，可依然是5帝。最重要的是，这岩浆帝君可不是寻常的半祖，当年的清玄天同等修为下无人可敌，但这岩浆帝君需要我们帮他，他才能够压制。青龙凝重地提醒道，他是想让楚风知道岩浆帝君的强横。明白。楚风笑着点了点头，随后便踏空而航，向下方海面走去。楚风岂会不知道岩浆帝君的恐怖？若是不知道，他先前就不会在发现岩浆帝君复活之时露出惊慌之容。但是现在楚风胆敢说出这样的话，自然也是有着他的理由。见楚风真的踏空而去，要独自挑战岩浆帝君，4大圣兽彼此互看一眼后，也是纷纷移动开来，缓缓地向岩浆帝君与楚风靠近。他们不会随意出手，但若楚风真的遭遇不幸，他们还是要出手的，因为他们绝对不会见楚风有危险而坐视不理，见死不救。此刻楚风距离岩浆帝君已是不足万米，距离已是极近，他能够清晰地看到岩浆帝君那体内不断奔腾而出的火焰，就似火焰化作的魔鬼在张牙舞爪一般，那种感觉唯有亲临其境者才能体会。他更是能够感受到岩浆帝君所散发的气息是多么的恐怖，尤其是那股炙热感，哪怕楚风贵为6品5帝，且拥有逆战5品的战力，但也是有些难以承受。岩浆帝君果然极强，强大到超越了楚风之前面对的所有对手。可楚风却在止步之后很是平静地说道，做好受死的准备了吗？等一等，你这小子是不是没有搞清状况？你到底知不知道本帝君是何方神圣？你知不知道本帝君做过什么事？岩浆帝君见楚风完全不将自己放在眼中，岩浆帝君显然无法接受，竟发话质问起楚风，我当然知道你是谁。岩浆帝君万年之前自岩浆世界而出，是要奴役众生之强者。楚风回道，小子，那本帝君就闹不明白了，你既然知道本帝君是谁，竟然还敢如此大言不惭，你到底是脑袋被驴踢过，还是小时候被门夹过？岩浆帝君不解地问道。呵，想不到堂堂岩浆帝君倒是还挺幽默。听到岩浆帝君的话后，楚风忍不住笑出声来，随后说道，岩浆帝君，我知道你有多么厉害，可任凭你当年再威风，但你的时代已过，今日我就要彻底将你终止，替万年之前被你残害的无辜生命报仇。奶奶的，这什么世道？现在的人类小子都这么能吹牛了吗？一个区6品5帝居然也敢说什么终止本帝君的大话？呵呵，真是笑死本帝君了。岩浆帝君一阵冷笑，那轻蔑的笑声尽显了对楚风的看不起。怎么，半祖就了不起？半祖就看不起5帝？今日我还就是偏要用5帝的修为灭了你这个所谓的岩浆帝君。楚风此话落下，便是身形一动，手握盘龙怒斩，竟主动向那岩浆帝君攻了过去。楚风的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施展而出，瞬息将修为从6品5帝提升到了8品5帝，竟能连续提升2品修为，原来是有些手段。但5帝还是5帝，怎能与本帝君抗衡？眼见着楚风修为提升，岩浆帝君虽然颇感意外，但却依然不将楚风放在眼中。只见其身体一颤，道道火焰便如同暴雨一般像喷射而来，那可不是寻常的火焰，乃是如同岩浆一般，且蕴含着祖级武力的火焰，飞掠而来，发出风鸣，那声音就像是万千魔鬼在做杀戮前的咆哮。楚风早有准备，脚下的步伐不停，楚风手中的盘龙怒斩却已然挥展开来，磅礴的武力化作旋风，形成一道防御墙，硬生生的将岩浆帝君所发射的火焰暴雨给抵挡开来。这个小子竟能以5帝的修为抵挡我堂堂半祖的攻击。眼见着楚风竟从容地抵挡住了自己的攻势，岩浆帝君也是目光一闪，颇为动容。虽然先前的攻势也是他随意的攻势，谈不上真正的杀伤力，可是在他看来，以刚刚的攻势来说，莫说一个8品5帝，就算1000个9品5帝也都是要死。我知道了，你的逆天战力超越了寻常5帝，比寻常5帝高出2品。忽然岩浆帝君闪烁的目光中涌现出了一抹凝重与惊讶。他之所以惊讶，是因为楚风有着让他惊讶的资本，毕竟当初5之圣土上的最强的之人他都见过了，但却还未见过拥有楚风这等恐怖战力之人。而就在岩浆帝君惊讶之际，楚风已是手持盘龙怒斩来到了岩浆帝君的近前，得尽苍冥斩。楚风靠近之后便直接施展出的劲武技，且是连续9斩一动挥斩而出，9道血红色的斩击同时呼啸而过，就像是9把死神的镰刀，要索取魔鬼之命。那等威势同样是凶残至极。然而哪怕是楚风如此凶猛的攻势，那岩浆帝君却是冷哼一声，巨大的手臂在半空猛然一挥，一阵劲风便横扫开来，竟硬生生的将楚风的地境苍冥斩给吹散开来。祖级武力，先前岩浆帝君的举动看似简单，可那却是用祖级武力化作的飓风，威力极强。半祖果然很是棘手。此刻楚风也是眉头微微皱起，他的战力虽然已然可以与寻常的半祖抗衡，可是他能够使用的却依旧是地级武力，至于祖级武力还无法为他所用，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修为界限。不管楚风的战力如何，可修为依旧是5帝，5帝就是5帝，祖级武力并不认可楚风，所以哪怕楚风能够与1品半祖抗衡，但实际上在本质上却也是吃了大亏的。哈哈，小子，就算你战力强横又如何？5帝终归是5帝，你想胜我，那便是痴人说梦。轻松挡下楚风的攻击，岩浆帝君极为得意，竟毫不掩饰地嘲笑起楚风。其实当见识到楚风的战力后，他也是有些担心的，毕竟他也没有见过像楚风这样
拥有如此恐怖战力的人。但是当用真正的实力挡下楚风的攻击后，他却再度找到了自信，觉得自己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楚风在他的眼中再度变成了一个自取其辱的跳梁小丑，痴人说梦，你确定吗？楚风目光微微眯起，眼中的自信不减，反而是嘴角的笑意涌现出了一抹令人捉摸不透的意味。忽然之间，手中的盘龙怒斩再度挥动起来，随后身形一动，整个人便竟化作一道流光，径直的向岩浆帝君飞掠而去，见识了本帝尊的实力，竟然还敢进攻，你这可真是找死啊！见楚风执意杀来，岩浆帝君的目光也是变得复杂起来，不仅有愤怒和杀意，还同样有着特殊的意味，因为楚风此行此举绝对是在冒犯岩浆帝君的威严，而这是岩浆帝君所无法容忍的，所以他已经下定决心要除掉楚风。只是对于这种胆敢冒犯他的人，他绝对不会让其简单的死去。楚风急速逼近，瞬息之间，距离以岩浆帝君已是不足3000米。正常来说，在这种距离之下，楚风只需动用威压就足以斩杀对手。毕竟到了楚风这种地步，一个念头之间就可调转武力，呼风唤雨，让方圆万里瞬息崩裂。只是可惜，楚风的对手并不是寻常的对手，这可是万年之前几乎无人可敌的岩浆帝君，是万年之前五之圣土无数人眼中的梦魇，哪怕时至今日，也是五之圣土眼中最可怕的存在。所以楚风的威压根本无法伤及岩浆帝君，哪怕他在瞬间毁掉方圆万里内的一切，但却也无法伤及岩浆帝君分毫。面对这种对手，楚风唯一的办法便是近身肉搏，然后再利用武技的力量来进行攻击。砰砰！然而就在楚风距离岩浆帝君不足2000米的时候，岩浆帝君的体内开始不断爆射出岩浆火焰。那岩浆火焰不仅巨大，威力更是强横，远非之前的火焰可比。这种情况之下，楚风就算手持帝兵盘龙怒斩，可却也根本无法靠近岩浆帝君，甚至面对岩浆帝君的攻击，楚风只能动用禁忌武技才能抵挡。尽管楚风施展各种手段之后，的确可以抵挡岩浆帝君的攻击，可是楚风抵挡的却也很是勉强。这场交锋谁优谁劣，已是眼明了。不行，岩浆帝君太强了，楚风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白虎看不下去了，他很担心楚风受伤，因为从一开始楚风就动用了帝兵，可是白虎却知道岩浆帝君的体内也藏着一件帝兵，那件帝兵威力极强。眼下岩浆帝君还没有动用帝兵，就已经压制了楚风，若是岩浆帝君动用帝兵的话，那种后果便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在他看来，现在的结果就已然很是明显，楚风再强，可却也绝对不是岩浆帝君的对手。再等一等，若是楚风真的不行，他会向我们求助的。然而青龙却是开口阻止，他不是不担心，只是他想尊重楚风的决定。在他印象中，楚风不是一个鲁莽之人，现在楚风既然有着这种决定，就说明楚风一定有自己的想法，而他也想看一看楚风到底是在卖什么关子。就在这时，岩浆帝君忽然大手探出，竟一把抓住了楚风。而岩浆帝君身体如此巨大，他虽然只是一只手便抓住了楚风，可楚风却像是被一座小山被压住了一般，一大口鲜血顿时自口中喷洒而出。糟了！见到这一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大圣兽都坐不住了，晃动巨大的身躯，便来到了岩浆帝君的近前，要出手制止岩浆帝君。4位前辈，请你们住手！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是大喝一声。听得此话，4大圣兽顿时一愣，有些不知所措地看向楚风。至于楚风，明明满嘴是血，可却从容一笑，转过头来说道：“我能收拾他。小子，你说什么？本帝君现在稍微一用力，就可以把你捏成粉碎，你居然还敢说这种大话！我知道了，你是怕我折磨死你，所以想让我给你个痛快的死法，所以才故意激我。不错不错嘛，小伙子，我承认你很聪明，不过可惜本帝君比你更聪明，和本帝君耍心机，你注定要被智商压制。”岩浆帝君讽刺地说道。噗，这一刻，楚风竟然一个没忍住喷了，不过他不是喷血，而是笑喷了。我不得不承认，你倒是一个很有趣的家伙，但我还是要灭了你。谁让你作恶多端，并非善类。楚风笑着说道。你奶奶的，你小子可真是给脸不要脸啊！见楚风竟然还敢羞辱于他，岩浆帝君当真是动怒了，愤怒地说道：“不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你当真是搞不清楚状况。”而见岩浆帝君动怒，楚风的双眼也忽然变得凌厉起来，冷声说道：“岩浆帝君，搞不清楚状况的是你，记住这一刻，从这一刻开始，我楚风将是你岩浆帝君永远的梦魇。”你说什么？岩浆帝君愤怒地问道。他不是没有听清楚风所说的话，而是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事实上，不仅是岩浆帝君，就连4大圣兽也被楚风的这句话给惊呆了。见过不怕死的，但也没见过这么找死的呀！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忽然大嘴一张，随后一口咬在了岩浆帝君那火焰升腾、坚不可摧的手指之上。而楚风这一咬，竟传来了一声轻微的碎裂之音。楚风竟然用牙咬破了岩浆帝君的肉身。不！而当岩浆帝君的手指被咬之后，岩浆帝君竟然也是神色大变，并且还发出一声极为刺耳的咆哮。那声音之刺耳，不仅下方海绵被震得海浪冲天、翻腾滚滚，就连虚空都是被震成了粉碎。这忽然之间的变故，让4大圣兽更为吃惊，有些搞不清楚状况。直到岩浆帝君抬起另外一只手向楚风伸去之际，4大圣兽顿时目瞪口呆，在他们的眼中涌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惊骇之色。此刻，岩浆帝君那向楚风伸去的手极为的缓慢，竟有种寸步难行的感觉。事实上，不只是手，此刻岩浆帝君那高达几千米的庞大身躯都在不断的颤抖，并且颤抖得越来越为明显，甚至
当碎裂的虚空恢复后，这已经火红一片的天地也开始恢复成之前的模样。岩浆帝君强悍的威压正在消散。你这小子对我做了什么？住手！快住手！你快给本帝君住手！岩浆帝君继续咆哮，尽管声音依旧响亮，可是他的声音却已经失去了之前的威慑力。最重要的是，向来凶神恶煞、自信满满的他，此刻那双巨大到如同2轮明日般的眼眸，竟然闪烁不定，流露出了惊恐之色。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此刻4大圣兽已经缓过神来，彼此互看一眼之后，眼中的震惊不减反增，因为他们惊愕地发现，此刻岩浆帝君不仅强大的威压消散，就连他那火焰奔腾的身躯竟也发生了变化，汹涌如同魔鬼利爪的火焰正在消散回到体内，而很快的那岩浆一般的火红身躯也开始暗淡。很快的，岩浆帝君那巨大的身体，莫说是那恐怖的岩浆与火焰，竟然也感觉不到生命的迹象，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石人一般，不堪一击。忽然，岩浆帝君的身躯失去了支撑力，重重地倒向了海水之中，哗啦啦啦，水浪冲天起。可是岩浆帝君的肉身并没有真的沉入海底，并非所有岩浆帝君用的手段，而是一层磅礴而巨大的金色结界在海水之中拖住了岩浆帝君的肉身。是楚风，是楚风布置的结界之术。楚风用结界之术拖住了岩浆帝君。不仅如此，此刻楚风那本咬住岩浆帝君的嘴巴已经松开了，并且整个人都自岩浆帝君的巨手之中脱困而出。楚风站在半空之上，但是双手却在不断变化，道复杂的手诀快到只能看到残影。忽然，楚风的动作停止了，对着下方的岩浆帝君一指，大喝一声进！唰啦啦啦，刹那间，无数道金色的结界光芒体宛如锁链一般自楚风的手指飞掠而出，但那锁链却越变越大，个个粗大10几米，最后密密麻麻的将岩浆帝君的肉身给紧紧的捆住。在那结界锁链的禁锢之下，岩浆帝君那本将不可摧的肉身竟开始出现道裂痕，竟如同石头一般正在碎裂。混账，你对我的身体做了什么？你到底做了什么？岩浆帝君依旧在咆哮着，可是相比于之前，他此刻的声音不仅没有了强横的威慑力，就连声音也是虚弱了数倍不止，就连凶神恶煞的目光也是暗淡了不少。楚风，这是怎么回事？与此同时，4大圣兽也是一脸不解地看着楚风，他们实在是太好奇了，好奇楚风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竟然将他们印象中极为凶残的岩浆帝君给逼到了现在这步田地。4位前辈，看我此刻的修为，这便是答案。楚风对4大圣兽说道。这怎么可能？而听了楚风的话后，4大圣兽的4张兽脸顿时变得更为精彩，因为此时此刻，楚风在用了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之后，修为境已不再是8品5地，而是9品5地。也就是说，就算取消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这2个可以提升修为的手段，那么楚风的真实修为也是达到了7品5地。可是之前楚风明明还是6品5地，这便说明楚风突破了。楚风，莫非是说你是靠着岩浆帝君的身体才得以突破的？4大圣兽此刻既震惊又激动，忍不住向楚风询问起来。正是岩浆帝君的肉身内蕴含着浓浓的天地能量，这股天地能量对我来说乃是修炼至宝，而只要我能够接触到他的肉身，便可吸收这些天地能量。而岩浆帝君的身体也很是特殊，与我们很是不同，只要我开始吸收炼化这股天地能量，岩浆帝君的肉身将不受他所控，甚至连他的灵魂体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才对4位前辈说，只要我独自一人便可以收拾岩浆帝君。楚风笑着说道。竟是真的？确定？心中猜想，4大圣兽眼中所剩下的便唯有激动。想一想，岩浆帝君何其凶残，当年他们与清玄天联手，也只是将其封印，通过封印之法将其抹杀，为此他们4个牺牲了肉身，若不是清玄天出手，他们4个连灵魂也要失去，今日也不可能站在这里。但是现在楚风竟然凭借一己之力就制服了岩浆帝君，并且楚风制服岩浆帝君的时候，真实修为还是6品5君，这就未免太不可思议了一些。莫非这就是所谓的一物降一物？青龙激动之余忽然笑了，只是此刻他看向楚风的目光又多了一抹敬佩，他终于知道楚风卖的是什么关子了，只是这个关子卖的连他也感觉很是精彩。放屁，你这是放屁！忽然岩浆帝君发出了愤怒的咆哮，他显然无法接受楚风的这个说法。岩浆帝君，你的确很强，可就算你再强，你也毕竟是岩浆之子，而岩浆之子在我眼中就是修炼之宝，所以你天生被我克制。不过你放心，我之前说了，我会是你永远的梦魇，所以我不会杀了你。楚风说话之间，自乾坤袋中取出了那把地兵大剑。楚风，你莫非是要见到这把地兵大剑？4大圣兽的目光变得更为精彩，他们已经意识到楚风想要做什么了。小子，你要对本帝君做什么？此刻岩浆帝君也是彻底的慌了，尽管他还在强装镇定，但是他闪烁的目光却已然出卖了他。岩浆帝君向来自信的很，可是面对此刻的楚风，他真的是惊恐万分。事到如今，他早就惊愕的发现，眼前这个小子完全不能以常理推论，蕴含着超乎想象的力量，只是那一口就限制住了他的肉身，仿佛榨干了他所有的力量一般。而后一个阵法更是将其束缚，连灵魂体也是不受其所控。现在哪怕在岩浆世界也被誉为绝顶天才的他，在楚风的面前就是一个待宰的羔羊，他怎能不慌？我要让你做这把剑的灵魂。楚风举着那把地兵大剑对岩浆帝君说道。岩浆帝君刚现身的那一刻，楚风当真是有些怕了，毕竟岩浆帝君凶名那样的响亮。但是当仔细打量岩浆帝君之后，楚风的心中便窃喜万分，就如同他最开始所说一样，岩浆帝君
浑身是宝。首先，岩浆帝君的肉身是修炼至宝，能够被楚风所炼化。然后，岩浆帝君的灵魂体是真正的半祖级灵魂体，只要将其融入那件地兵大剑之中，就有可能打造出一把半成祖兵。如果说对于其他人来说，岩浆帝君的重生是一场灾难，那么对于楚风来说，岩浆帝君的重生则是一个机遇，一个难得的机遇。小子，你最好杀了本帝君，否则只要本帝君找到机会，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忽然，本已极为虚弱的岩浆帝君发出了极为愤怒的咆哮，甚至一股从未出现过的杀意也是随之而现。这一刻，四大圣兽都是神经一紧，他们还以为岩浆帝君到了灵魂体，破开了楚风的束缚结界，但是楚风却依旧淡定如初，笑意不改，笑着说道：“把你之前说的一句话还给你，你的这种激将法对我来说可是没用。小子，你给我记住，本帝君这可并非是吓唬你，只要本帝君还活着，绝对不会放过你。”岩浆帝君的眼中寒光四射，杀意滔天，他真的是怒了，因为他并不怕死，可却怕卑微的活着。我也并非是吓唬你。楚风话到此处，手中的地兵大剑忽然向下一丢，只听咔嚓一声，便刺入了岩浆帝君的脑门之上。随后，楚风双掌合并，轻喝一声“收”，刹那间，那束缚岩浆帝君的阵法便光芒大盛，普照八方。啊！而岩浆帝君也在此刻发出了痛不欲生的惨叫。惨！这种情况的确很惨。楚风这阵法可不是在简单的炼制兵器，而是在炼制岩浆帝君的灵魂。岩浆帝君的灵魂想要成功融入兵器之中，那就必须进行炼制、锻造，让其进行蜕变。否则，若只是岩浆帝君完整的灵魂进入那兵器之中，显然他是不会服从楚风的，搞不好还会利用兵器的力量对付楚风，那可就得不偿失。可是这个炼制、锻造、改变的过程却是颇为残忍的，毕竟岩浆帝君的灵魂是活生生的灵魂，而并非是楚风炼制出来的。换做其他人，楚风绝对不忍，但是岩浆帝君，楚风便是能下多狠的手，便下多狠的手。一路走来，楚风曾与四大圣兽打探了不少关于当年之事，其中就有岩浆帝君所犯下的罪孽。这岩浆帝君虽然性格逗逼，声音更是婴儿一样稚嫩，可当年的他可绝对是心狠手辣，甚至残暴不仁，死在他手中的生命数不胜数，哪怕刚出生的婴儿他也不放过，只要他想杀便杀，所过之处要么顺从于他，要么血流成河。虽然事隔万年，可岩浆帝君所犯下的罪孽却不能饶恕。楚风不打算杀他，便决定锻造他的灵魂，来对其进行惩罚。很快的，那把地兵巨剑开始颤动，颤动之间，磅礴的力量开始肆虐天地，这方天地再度陷入天昏地暗之恐怖境地。而这一次，竟并非是因为修武高手的威势，而是一件兵器。这种情况持续了10天10夜，10天10夜之后，那大剑已然不再颤动，岩浆帝君也不再发出哀嚎。可是那大剑此刻所散发出的气息，却比10日之前还要恐怖得多。他所肆虐天地力量，已经不再是地级武力，而是祖级武力。不只是气息变化，这把大剑的外貌也是发生了变化。剑体上下火红之色，流动着如同岩浆一般的纹路，升腾着炙热的火焰，霸气非凡。咔嚓咔嚓咔嚓，轰！忽然，岩浆帝君的肉身碎裂了，落入海中，缓缓沉下。那具肉身如同石头一般，没有了任何特殊之处。岩浆帝君死了，至少他的肉身彻底灭了。可是那把剑却还漂浮在水面之上，炙热之气让海面滚滚翻腾，冰冷的海水早已是沸腾的热水。半成祖兵，楚风，你成功了！你居然真的成功了！这绝对是半成祖兵，这股威势已然完完全全的超越了地兵。四大圣兽纷纷说道，此刻的他们皆是神采奕奕，激动不已。毕竟半成祖兵，就连他们也是第一次看见，而这却是楚风亲手炼制的。楚风再一次做到了连清玄天也未能做到的事。4位前辈退后。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是大喝一声。当楚风那声怒喝响起，忽然一股无形的力量直接将4大圣兽给推散开来。那股力量很强，但却很柔和，瞬息让4位退后了数十万米的距离。但却并非是4大圣兽的力量，是楚风用他的力量将4大圣兽给退开了。而就在这时，那把半成祖兵忽然自动挥展开来。半成祖兵一经挥动，顿时一道火焰光柱自那半成祖兵之中飞掠而出，对着楚风切砍而去。不过此刻的楚风却早已向旁躲避，尽管这半成祖兵的攻势极快，可却也难以斩切到楚风。楚风轻松躲开，可是半成祖兵却并未立刻停手，而是不断的向楚风挥斩而去。一时之间火光冲天，强大的威势影响天地，连下方的海水都被搅出了道道巨大的漩涡。楚风，你小子自作聪明，以为炼化了本帝君的肉身，将本帝君的灵魂融入这兵器之中，就能让本帝君服从于你。你可真是想多了，本帝君现在依然可以斩杀于你。忽然，那把半成祖兵之中竟传来了岩浆帝君的声音。糟了，楚风的炼化失败了，岩浆帝君的灵魂依然健在，并且控制了那把半成祖兵。这一刻，4大圣兽的本颜色各异的脸色竟都变得有些苍白，他们都在此刻慌了神，因为此刻的结局完全超乎了他们的预料。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忽然不再闪躲，任由那把巨大的火焰光柱横扫虚空，向自己斩切而来。可他却依旧站在天际之上，位于原地不动。楚风，你在干嘛？快躲呀！这一幕更是让4大圣兽脸色发青，赶忙歇斯底里的呼喊开来。因为那火焰光柱所蕴含的威力，他们可以真切的感受到，那是超越了一品半祖的力量，连他们都无法阻挡。然而就在4大圣兽惊恐之际，楚风却是探出右手，
去抓那火焰光柱。猛然间，一声巨响传来，火焰更是四下飞舞，吞没了那方天地。然而，此刻的四大圣兽却是目瞪口呆，因为透过那火焰，他们能够看到，此刻的楚风竟用自己的手挡下了那火焰光柱，任凭凶猛的火焰将其包围，不断向其进攻，可却连楚风的衣衫都无法伤及。差点忘记，楚风此刻真实修为是7品武帝，动用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便是9品武帝。虽然无法控制祖级武力，可是以他的战力，却是已经能够与寻常的2品半祖抗衡。此刻，四大圣兽紧张的脸上，终于涌现出了一抹希望之色。尽管岩浆帝君操控的半程祖兵很强，可此刻的楚风却也是不弱。猛然间，一声刺耳的咆哮响彻开来，汹涌的火焰不断自那巨剑之中喷发。很快的，汹涌的火焰竟化作了一个人形，高达1000米，乃是岩浆帝君的模样。小子，你想让我为你所用，简直是白日做梦。本帝君今日就要用你的兵器之身，将你碎尸万段，让你不得好死。幻化成本体的形态，岩浆帝君便向楚风猛扑而去，杀意冲天，这方天地再度被火光占领。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也是身形一动，化作一道奔雷，径直的掠向岩浆帝君。岩浆帝君探手去抓，可却因楚风速度太快而未能抓到。此刻，楚风已是靠近岩浆帝君，抬手一拳轰响了岩浆帝君的胸口，一拳落下，火焰纷飞，而岩浆帝君那巨大的肉身更是海水之中且急速下沉。既然你不肯乖乖臣服，那我就打到你服。楚风双眼如雷，凝视下方海水，说出这句话后，身形便是移动，如奔雷一般，迅速地掠入了那深海之中。楚风与岩浆帝君入海之后，不仅海浪翻滚，更是热气升腾。这片海域的海水正在干枯，且干枯速度极快。不过短短片刻，深不见底的海水便彻底消失，被蒸发了。是此刻岩浆帝君散发的炙热之气太过恐怖，竟将这方海域的海水都给彻底蒸发。而此刻，楚风与岩浆帝君的身影也是浮现而出。只不过岩浆帝君再强，此刻却也只能躺在海底深处，任由楚风的拳头不断砸向他的身体。1拳、2拳、10拳、100拳，楚风的拳头速度并不快，可以清晰地看清他每个出拳的动作。但是岩浆帝君就是躲不开，并且楚风拳头的威力极强，单单是拳头落下之后造成的涟漪，都能将远处的海水推开，使得这方海域没有一滴海水能够过来，且让没有海水的区域越来越大。明明是深海之中，却如同一座浩瀚无边的海中深谷。若是寻常人见到这一幕，定然难以接受，觉得自己是在做梦。可在四大圣兽看来，这却很是正常。到了楚风这个地步，一念之间可抹杀方圆万里内所有不如他的存在。而现在楚风的每一拳都是威力无穷，震退浩瀚海水，不过是小意思罢了。但这不是四大圣兽所观察的重点，他们的重点都放在了岩浆帝君的身上。在楚风那没有任何花哨、单纯的铁拳攻击之下，岩浆帝君的肉身正在消散，本强横的气息也是越来越弱。与此同时，楚风的结界之力也是交织在拳头之中，不断的侵袭着岩浆帝君。因为现在的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肉身，而是一件半程祖兵。楚风想征服他，结界之术会起到很大的帮助。混账！你这个卑鄙的人类，竟然要强行控制本帝君！你休想！眼见着自己就快坚持不住，岩浆帝君再度发出了不甘的咆哮。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你们4个是要为这个小子效力吗？这个小子心狠手辣，卑鄙无耻！你们若是为他效力，简直就是愚蠢至极。现在给你们一个翻身的机会，你们与我联手，帮我杀了他，我们就一起做5之圣土的君王，怒议这群卑鄙小人。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岩浆帝君在大势已去之际，竟开口向4大圣兽求助。岩浆帝君，你是被封印万年，脑子坏掉了吗？居然向我们求助，你可真是说得出口。4大圣兽讽刺地说道，他们与岩浆帝君势不两立，当年更是战得你死我活，甚至为了封印岩浆帝君，他们更是差点牺牲自己的性命。如今怎么可能帮助岩浆帝君去对付楚风？在他们看来，岩浆帝君提出这个要求，简直就讲一个好笑的笑话。脑子坏掉的不是我，是你们！你们4个愚蠢的家伙已经被清玄天抛弃了，竟然还要依附人类这种卑鄙的物种！你们是离开人类就会死吗？岩浆帝君咆哮道：“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听得此话，4大圣兽顿时神色大变，眼中纷纷涌现出前所未有的怒容。岩浆帝君，你在胡言乱语什么？而此刻，楚风也是停下手来，尽管他在说岩浆帝君是胡言乱语，可他有一种预感，岩浆帝君应该是知道些什么，否则不会无缘无故说出这样一句。嘿，小子，看来你也很是好奇吗？我告诉你，清玄天曾做过的龌龊之事，揭露清玄天的真面目，你便放过我，怎么样？岩浆帝君说道。你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楚风举起拳头，冷声说道。哟，跟本帝君玩这套，你觉得本帝君会怕你吗？岩浆帝君讽刺一笑，他似乎真的不怕。哈哈，罢了，谁让本帝君乐于施善，不愿看那4只蠢货被骗一生，索性就将当年的真相告诉他们吧。不过叫楚风的这个小子，你给本帝君听好了，本帝君说出此事是自愿的，可并非是因为你的威胁。岩浆帝君故作声明之后，这才说道：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你们4个听好了，当年清玄天用尽各种手段，将你们从他的体内分离而出，让你们成为独自的生命体，并非是为你们好，而是为了他自己。
因为他发现了比四象神体更为强大的体质，而若想要彻底掌握那个体质，唯有将你们从其体内剥离而出才行。所以，当你们4个庆幸自己拥有了自己的神智，自己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清玄天比你们还要庆幸他终于甩掉了你们这4个拖油瓶，得到了更为强大的天赐神体。岩浆帝君说道：“胡言乱语，简直狗屁！”白虎愤怒地咆哮道：“岩浆帝君，你这个谎言说的未免太牵强了一些。”青龙也是愤怒地说道：“谎言？呵，你们还在自欺欺人吗？天赐神体乃上天所赐，神体与主人相互了解，建立信任，才能一同成长。而你们离开了清玄天，又还能有什么作为？清玄天又能有什么作为？仔细想想吧，将你们从自己体内分离而出，对清玄天来说，乃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让你们拥有各自的生命，让你们获得自由，让你们真正的与他并肩作战，这才是狗屁，这才是谎言，不过是欺骗你们这4只愚蠢的傻子罢了。清玄天追求的乃是修武之道，为的便是变得更强，而你们虽然很强，可相比于他所中意的天赐神体，你们还是太弱了一些。”岩浆帝君说道：“一派胡言！我们一直跟着清玄天，他所经历的我们都知道，根本就没有看过什么特殊体质，更没见过让他动心的天赐神体。”白虎说道：“你们一直跟着他，可却并不是他。清玄天发现了什么？有必要全都与你们说吗？他发现新的体质，有了抛弃你们的念头，难道还要告诉你们，与你们商量？若是他真的告诉了你们，你们会心甘情愿的从他的体内脱离而出吗？你们会甘愿身为4象神体的你们被其他天赐神体取代吗？”岩浆帝君问道。“不，我不信，我不信！”白虎咆哮得越发大声，情绪已然有些失控。与此同时，朱雀、青龙、玄武3位脸色也都是很不好看，他们都被岩浆帝君的这番话所影响了。你不信也得信，清玄天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表面假仁假义，背地里却是恶事做尽。我们的世界与这个世界有结界相隔，我根本无法来到此处。你知道我是怎么来的吗？就是清玄天帮我来的。你们一定会问我，清玄天为何要帮我来到这个世界？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想要的天赐神体就封印在我的世界，而我却可以帮他弄到。我把那封印的体质交给清玄天，而清玄天帮我进入五之圣土，让我做五之圣土的君王，这就是我与清玄天交换的条件。但我没有想到，清玄天那样卑鄙，竟然言而无信，在得到了我的体质之后，竟然反过来对付我，当真是卑鄙至极。可你们还是他为英雄，我呸！他才是真正的伪君子。岩浆帝君发出愤怒的咆哮，而此刻楚风注意到4大圣兽听到这里，竟然全部都沉默了。他们的兽脸越发的不好看，目光之中掺杂着复杂与忧伤，甚至连巨大的身躯都在颤抖。他们真的相信了岩浆帝君的这番话，一派胡言！清玄天前辈，可容不得你来污蔑！忽然，楚风的拳头猛然落下，随后更是连续轰出，不断的落在岩浆帝君的身上。臭小子，听到了想听的，就要灭掉本帝君是吗？果然，你与那清玄天都是一路货色，你们人类就是最卑鄙的生物。奴役，你们都是对，你们的仁慈，你们就该被抹杀，全部都被抹杀掉。喂，4象神体，你们还发什么呆？还不快帮我灭了这小子！难道你们还被清玄天利用还不够，还要被这个小子利用吗？岩浆帝君不断咆哮着，可是4大圣兽却根本就不予回答，他们就像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一般，沉默不语。蠢，当真是愚蠢至极！死吧！你们既然如此愚蠢，那就等死吧！你们活不久的，你们本是天赐神体，又不是真正的生命，只是清玄天的一部分，被其抛弃后，怎么可能活得长久？你们自以为成为了圣兽，其实狗屁！你们连妖兽、连凶兽、连最低下的动物都不如，你们活不了多久。不与我合作，我不告诉你们延长寿命的方法，你们很快就会死去。见4大圣兽并不理他，岩浆帝君开始羞辱起4大圣兽，给我闭嘴！而楚风的拳头则是越来越凶，将岩浆帝君的以火焰化作的肉身轰击得4分5裂。终于，岩浆帝君巨大的身躯彻底消散，回到了那把半成祖兵之中，而楚风则是一把抓向了那把半成祖兵。楚风这一握，不仅是风云色变，更是传来一声炸响，紧随其后，楚风高举手中巨剑，一道火焰便冲天起，洞穿云霄，直上无尽青天。而很快的，云朵被烧为灰烬，连那茫茫无边的天空都被烧得火红，一望无际。这时而此刻，本悲伤的4大圣兽也被发生的一幕所吸引，脱口说道：“强行认主。”没错，楚风此刻所作所为就是强行认主。当兵器不愿认主之时，修武者若修为足够强大，就可以用自己的力量逼迫兵器，让兵器强行屈服于自己。这是一场无形的战争，旁人看不见的战争，但实际上，楚风正在用自己的力量，在那半成祖兵之内，狠狠地教训岩浆帝君，让其不服也要服。猛然间，又是连绵不断的巨响自天际传来，定目观望，发现天际之上的火焰正在向回倒流，且速度极快。终于，那火焰聚集到一处，再次化作火焰光柱，从苍穹之上劈落而下，涌入了楚风手中的半成祖兵之中。这一刻，天地间忽然平静起来，就连4大圣兽都屏住了呼吸，因为眼下那本凶残的半成祖兵虽然还升腾着岩浆帝君的火焰，可对楚风却已然没有丝毫的敌意。过了片刻之后，本平静的天地间开始传来隆隆之音，却声音越来越响，那是水浪之音，是海浪。尽管此处的海水被蒸发，可是其他海域的海水正在排山倒海一般向此处汇集而来。忽然，楚风挥动起手中的半成祖兵，身体也是随之旋转，刹那间，一道火光缭绕的光刃，如同火焰化成的千军万马一般，便向4面8方冲击而去。那光刃威势之强，先是将那涌来的海浪蒸发，随后将后面的海浪击退。楚风成了。
你既然征服了这件半程祖兵，四大圣兽纷纷飞落而下，可那凝视着半程祖兵的目光仍满是不可思议之色。此刻的他们就像是忘记了之前的不愉快一般。不过这把半程祖兵毕竟是由岩浆帝君掌控，我只能强行征服他，却无法让他臣服于主，所以只能做最简单的认主。楚风说道。这么说来，你不仅是征服了这把半程祖兵，还征服了岩浆帝君。听得此话，四大圣兽目光变得更为精彩。不算，因为他并非心甘情愿，只是被我的力量压制了而已。楚风说道。怎么不算？现在他已经为你所用，那他就是你的。白虎很是激动地说道。楚风，给这把半程祖兵7个名字吧。名字早就想好了，就叫岩浆帝君剑。楚风看向四大圣兽说道。前辈们，意下如何？岩浆帝君剑。听的这个名字，四大圣兽都是一愣，毕竟岩浆帝君对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但看着那升腾着熟悉之火焰的岩浆帝君剑，只能乖乖的被楚风抓在手中后，他们却又释然的笑了，一同说道。此名甚好，那就定下了。楚风将岩浆帝君剑收了起来。楚风，本以为对你已是极为了解，没想到还是不够了解，你小子真是让我们吃了一惊。青龙说道。与此同时，其他3只圣兽也是纷纷点头。前辈们这样夸我，我可是会骄傲的。此刻楚风也很是高兴，笑得自然也很开心。可是暗地里，楚风却动用了天眼，开始仔细观察四大圣兽的肉身。先前岩浆帝君的话，楚风并没有当成无稽之谈，其实楚风有些信了。事实上，楚风之所以让岩浆帝君说，就是想知道这些事，因为他也很好奇，为何清玄天要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从他的体内剥离而出。毕竟天赐神力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力量，若是用得好，那是一种极强的力量。这么久以来，楚风见过不少天赐神体，可在楚风看来，清玄天的4项神体很可能是他见过最强的，因为其他人的天赐神体基本上是只有一种力量，可是这4项神体应该是拥有4种力量：速度、防御、疗伤，这4种力量堪称完美。这么强的天赐神力，清玄天没有理由放弃才对，除非岩浆帝君说的是真的。可假如岩浆帝君所说属实，那么4大圣兽重生之后，应该也是命不久矣。楚风用天眼看的就是这个。可是楚风一番暗中观察后，却并未发现异常，没有发现4大圣兽的身体有什么问题，所以楚风也是有些迷茫了，不知岩浆帝君哪句真哪句假，所以便不能断定是清玄天欺骗了4大圣兽，更不能说岩浆帝君是清玄天放出来的。事情的真相难以断定。楚风，虽然你的真实修为只是7品5帝，可现在的你却可与2品半祖一战，再加上这个岩浆帝君剑，暗殿殿主也绝不会是你的对手，所以是时候回到5只圣土了，去了结一切了。4大圣兽对楚风说道。此刻的他们很是高兴，高兴的忘记了之前岩浆帝君所说的话，彻底摆脱了那种低迷的情绪。虽然他们的高兴是发自内心的，这个的确没有掺假，可楚风却又觉得他们之前的悲伤是故意隐藏了。其实楚风倒也能够理解，本是天赐神体的他们也很清楚，清玄天明明离不开他们，可清玄天却偏偏离开了，并且就算当初没有了肉身，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他们很难活命，可清玄天将他们做成秘籍之后，完全可以将他们带走，没必要将他们留在此处。毕竟他之前都可以为4大圣兽制作肉身，之后也可以帮他们重塑肉身，没必要将他们封印各处。总之，当初清玄天若真的想带4大圣兽走，是完全可以带走的，而之所以将他们留下来，就一定有着清玄天的理由。4大圣兽不傻，他们心中自然也有猜测清玄天为何要抛下他们，只是清玄天是他们最信任的人，他们并不想去怀疑清玄天罢了。因为若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回到清玄天身边，他们还是愿意为清玄天效力的。对于他们来说，清玄天才是他们真正的主人，所以这件事颇为复杂。见4大圣兽闭口不谈，楚风便也没有多问，而是同样面带笑意的说道。那我便与4位前辈杀回5只圣土。决定之后，楚风便与4大圣兽通过那空间缝隙向5只圣土返回。起初楚风还担心4大圣兽那巨大的身躯，毕竟他们实在太大了一些，而空间缝隙之中却要靠着躲避求生，身形太大，不利于赶路。不过当抵达空间缝隙后，4大圣兽的肉身竟然纷纷缩小，化作了与他差不多大。而在肉身可以控制之后，这本恐怖的空间缝隙对于他们来说自然就无所畏惧，毕竟以4大圣兽的实力，完全可以躲避开空间缝隙内的雷电与狂风。至于楚风，4品5帝的时候都可以从中走过，如今身为7品5帝，自然就是更为简单。虽然这恐怖的空间缝隙对楚风来说不再是难题，可楚风心中仍有许多担忧，比如紫菱现在何处，是否能够安全，又比如月仙能否斗过暗殿殿主，若是斗不过，被暗殿殿主炼化怎么办？月仙死了自然可惜，可月仙若死，苏柔与苏美也都要死，这是楚风难以接受的。但是楚风最担心的却是，如今虽然有了对抗暗殿殿主的力量，可是若回到5只圣土找不到幻化之门，那一切也是白搭。毕竟幻化之门是移动的，而之前通天仙人给楚风的钥匙，楚风又给了罗盘仙人。尽管在离开之前，楚风曾在幻化之门上留下记号，可是早在当初，楚风便发现他距离幻化之门越远，那种感应力就越弱。待楚风抵达空间缝隙，见到罗盘仙人的时候，那种感应力更是早就消失不见。所以楚风要找到幻化之门的唯一方法，就是尽快的赶到他当日离开时幻化之门所在的位置，从那个地方寻找幻化之门。只是他并不确定幻化之门移动的速度有多快，他重返当日离开之处，能否感应到幻化之门的位置？5只圣土的某处，大地
正在碎裂，山川正在塌陷，道道涟漪横扫开来，尘土飞扬，浓烟滚滚，天际之上布满了粗壮的闪电、翻腾的飓风，以及覆盖数万里天空、厚到没有边际的乌云。那里仿佛不再是人间，更像是炼狱，而那里乃是战场，半组强者交锋的战场。暗殿殿主杀了那么多无辜生命，今日非要让你付出代价。苏柔与苏美站在天际之上，用那凌厉的目光凝视着下方，衣衫摆动之间，哪怕周遭的一切都是那样恐怖，可却依旧不会改变二人的美貌。此时此刻，他们就像是身处炼狱之中的仙子，但准确来说，这并非是苏柔与苏美，她乃是月仙。月仙气息浑厚，乃是真正的一品半祖，磅礴的祖级武力护在她的左右。月仙说大话也要搞清楚状况嘛，现在的你可是自身难保，居然还敢威胁我！一道阴冷的声音响起，忽然下方的乌云开始散开，大地浮现之际，更是有着6个庞然大物一同浮现出，那是暗殿殿主。只不过此刻的暗殿殿主竟然化作了6个，准确来说，本体只有1个，那便是先前说话的那位。可是其他5个分身却也都散发着一品半祖的气息，你只是战力达到了半祖而已，而并非是真正的半祖。就算你用魔功伪装了气息，伪装成了一个半祖，可你其实依旧是5弟，依旧无法操控祖级武力，你就不要自欺欺人了。因为对于半祖来说，5弟不堪一击，你想靠数量战胜我，完全就是白日做梦。月仙讽刺地说道：是吗？那就让我来领教一下，你这位真正的半祖究竟有何手段吧。忽然，暗殿殿主那阴森的眼中闪过一抹寒意，随后5道分身拔空而起，向月仙发动了攻击。见状，月仙也是丝毫不惧，而是轻哼一声，随后双袖摆动，磅礴的祖级武力便从无形化作有形，幻化成一只凶猛的巨兽，与暗殿殿主的5道分身站在了一处。一时之间，又是火光冲天，这方天地再度陷入天昏地暗之中。5道暗殿殿主的分身，个个体型巨大，且散发的皆是一品半祖的气息，可是他们所运用的却并非是祖级武力，而是地级武力。至于月仙，虽然以寡敌众，可他毕竟是真正的一品半祖，地级武力再强，也无法与他那纯正的祖级武力抗衡。所以月仙不仅没有落入下风，反而还隐间占据了上风。嘿嘿，可是自己的分身明明处于劣势，暗殿殿主不仅不担忧，反而发出一阵诡异的怪笑，随后竟闭上双眼，像是沉睡了一般。